你上哪儿去了？主人，肉酱变成肉酱了。你说肉酱变成肉酱了？什么肉酱变成肉酱了？我昨天晚上穿着小主人睡觉去找肉酱，结果发现他们在把肉酱的皮还把肉酱做成了肉酱。少少姐，到底怎么了？包子说肉酱被月小姐扒了皮剁成了肉酱。什么？这怎么会？婷婷她说过会好好对肉酱的呀。所以包子昨夜一整晚都在婷婷家吗？因为他之前就去岳家问过了，岳婷亲口告诉他包子没去过的。我偷看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想要抓我，我一直跑，后来也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反正就躲在一个小角落里才甩开了他们。这怎么可能？婷婷怎么会是这种人？是不是去问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超超姐，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当初不该把肉酱给婷婷的。你放心，我等下就去县里，一定让她给你个交代。不是我的错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提出想养宠物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。包子，要不就先留在我这儿吧，我担心岳小姐看见她会再生出不好的心思。行吧，那包子就先留在这里，以后她想回去了，我再来接她。岳婷属于是有点报复性心态了，想到肉酱这个名字，怕是她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。肉酱在她手里的这些日子啊，可想而知。没想到那个女人那么恶毒，对一只小兔子都能下那样的狠手。二嫂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？那能怎么办？总不能为了一只小兔子也去扒了它的皮，把它剁成肉酱吧。思琴、秀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昨天包子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婷婷，你昨晚真的没有看见过包子吗？没有啊，我昨天一整天都在家里，确实没看见过包子。可是以前只要他不见了，便肯定是来你这里找肉酱了。秀秀，你莫不是怀疑是我把包子藏起来了？那肉酱呢？婷婷，我们来了这么久，怎么不见肉酱了？肉酱啊，我让春香带他去玩了。这模样让李思琴和宁秀秀的心都凉了半截。肉酱怕是真的如钱昭昭所说遭毒手了。是吗？那等一下让我们看看肉酱吧。包子忽然失踪，秀秀想他想得紧，昨晚一整晚都没睡觉呢。你看他这眼睛其实我也一天都没见着肉酱了呢。我也怀疑他是不是跟包子一起跑了。秀秀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回去找穆夫人去了啊？可你刚才不是说肉酱被春香带去玩了吗？婷婷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肉酱是不是被你杀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啊，你是听谁说的？秀秀，一定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可不能听别人乱说呀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要不是因为宁秀秀是县令大人的千金，我何至于对她这么低声下气？那你让我们见见肉酱。秀秀，肉酱真的不见了。其实昨天我就没再见过他了，只是我怕你担心，没敢跟你说而已。不信你问春草。对啊，宁小姐，肉酱昨天就不见了，我家小姐也很担心呢，只是没敢跟你说而已。你看我没骗你吧？思琴，我们走吧。他站起身来，不想再看岳婷一眼，朝外面走去。不就是一只破兔子吗？杀了就杀了。宁秀秀竟然还给我摆脸色，县令的女儿了不起啊！等着，等我把穆思远拿下，穆思远考上状元，那我就是状元夫人。看宁秀秀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脸色？钱昭昭越想越来气，觉得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算明着不能把岳婷怎么样，
暗地里也得给他一点教训。小白白，我们去县里。娘亲，你要去给肉酱报仇吗？聪明。于是钱昭昭翻身爬上小白的背。娘亲，坐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而钱昭昭不知道的是，他以为已经睡着的穆思远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面露担忧，眸光复杂。钱昭昭一把迷药迷晕了门口的守门丫鬟，然后在门上抠了个洞，往屋里吹出一阵迷烟。很快里面的月婷就昏迷了，看着床上月婷的那张脸，他眼里满是厌恶，真想直接一刀捅了他。钱昭昭从怀里掏出一把药包，全部打开撒在了月婷的身上，然后走到书桌边，拾起毛笔，沾了点墨后回到床前，看着月婷那张精致的脸，嘴角露出一抹嗤笑，毛笔开始在她脸上一阵乱画。画完后，钱昭昭又在屋子里环视了一圈，最后目光锁定在首饰台上，钱昭昭直接给他洗劫一空。这些只是利息而已，那几包药粉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。离开岳家，钱昭昭骑上小白又返回了南溪村。来去不到3个时辰，跑了这一趟啊，也算是出了口气，钱昭昭心里舒服了不少。回来了。你醒了？醒了，你走的时候就醒了。那你怎么不叫我呢？唉，叫你就不去了吗？不会。好了，休息吧。月婷是被痒醒的，睡梦中她只感觉有千万只蚂蚁在自己身上爬一般。来人啊！春香，春草！小姐，怎么了？你们死哪儿去了？叫半天都没动静。对不起，小姐，奴婢们也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。赶紧掌灯放水，本小姐要沐浴。这屋子里有跳蚤，本小姐身上痒死了。然而烛光刚一亮起，小姐，我什么我？没看见本小姐已经痒得受不了了吗？还傻站在那里。春香回过神来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没过一会儿，月婷就坐到了浴桶里。可是她发现，哪怕坐到了浴桶里，身上瘙痒的感觉还是没有消散，反而被她抓破的地方因为碰到了水，开始变得疼痛起来。岳夫人赶来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坐在浴桶里，身上已经抓烂了，却还在不停抓挠的月婷。娘，我身上好痒啊，又痒又疼。去给小姐请大夫，快去！没多久，大夫就来了。然而他一番诊治后，眉头却是越皱越紧。大夫，如何了？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岳小姐，这好像是癣。癣？什么意思啊？岳小姐近日可有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？小姐好像也没吃什么，就是前2日吃了兔肉。那就是了，岳小姐这8成是兔肉引起的癣。那大夫，这要怎么治？我只能开服药，至于能不能缓解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不过这种情况一般都不会持续太久了，只要把那阵儿忍过去就好了。那就麻烦大夫开药吧。然而一副药用下去，月婷的情况却是没有一点好转，反而越来越痒。得知兔子的来龙去脉，岳夫人额头一阵突突直跳。大夫都说没办法了，忍忍吧，过去了就好了。这个情况足足持续了1天1夜，到了第2天，身上的瘙痒逐渐消散。他本以为终于熬过去了，谁知道更痛苦的情况紧接而来，身上的瘙痒变成了疼痛，月婷疼得直抽搐，眼泪哗啦啦的流。这一刻他不知道有没有后悔杀了那只兔子，但是不管现在有没有后悔，接下来的2日他是彻底的后悔了。就这样在痛苦又恐惧的情况下度过了几天，等他终于恢复过来时，人却仿佛去了半条命一般。而这时候他也终于发现自己屋子里遭了贼，
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。而现在岳婷也终于明白，自己不是什么兔肉过敏，而是被人暗害的。姐姐，眼前的是3个小孩，最大的15岁，最小的4、5岁的样子，全都是蓬头垢面、瘦骨嶙峋，仿佛饿了好几天的样子。姐姐，你救救我们！姐姐，我好饿。这3个是他，不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原主的同胞姊妹，钱家2房的孩子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我好饿。先上来吧。他重新驶动马车，1刻钟后，马车到了家。先去洗漱一下吧，洗好了来吃饭。这边穆小香已经将饭菜都热好，穆思远也从书房里出来。大姐，我们能吃了吗？吃吧，想吃什么自己夹。穆小香和穆思远也没有多问什么，开始安静地吃起饭来。终于一顿饭吃完，饭桌上6个菜全部光盘。说吧，你们发生了什么？钱家的事情他是知道的，大人全都被关大牢，剩下各房的几个小辈前来和钱芳芳都没有好下场。钱昭昭觉得，哪怕2房的人再怂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也该立起来了。姐姐，爹娘都被抓起来了，他们说我们是扫把星，不给我们饭吃，还把我们从家里赶了出来。原来钱家遭受变故后，确实如钱昭昭所想，家里没了大人，就剩一群孩子了。所以你们现在这是被他们赶出来了？是的，因为家里没粮食了，他们觉得我们留在家里也是浪费粮食，便把我们都赶出来了。所以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想，能不能让盼盼和小杰再在你这里住几天？我会去镇上找活干，等安定下来了就来接他们。行，你既然想去镇上找活干，那便去吧。他们俩还小，可以先留在我这儿。我怎么说也是你们的姐姐，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。他终究还是心疼这3个孩子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弟妹，而是单纯的心疼这几个孩子。想什么呢？赏月。在想你弟弟妹妹的事吧？是啊，本来想着以后可能就不会再跟那边有什么牵连了，却没想到看着他们那个样子，我实在也不忍心让他们离开。跟随自己的本心就好，你是善良的，即使他们不是你的弟弟妹妹，你的善良也不会容许你眼睁睁地看着3个孩子流落，不是吗？或许吧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翌日，钱君阳便如他所说的那般，吃过早饭，加了点穆小香准备的干粮，便出门了。哥哥，你还会回来接小杰吗？会的，哥哥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你在大姐家要好好的，乖乖听话，不要调皮乱碰东西，知道吗？等哥哥在镇上找到活计了，就回来接你们。盼盼，好好照顾弟弟，没事儿就多帮忙干活，等哥回来接你们。哥，一定要回来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钱昭昭的杨梅酒似乎也酿得差不多了。他借来村长家的牛车一起，叫上几个人，把500斤杨梅酒搬上2辆牛车，然后和穆思远一起赶着牛车，一路往镇上的醉霄楼而去。掌柜的，钱姑娘来了。啥？钱姑娘来了？刘大哥，好久不见呀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妹子，你可让大哥我好等啊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刘大哥，500斤杨梅酒，验货吧。得嘞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又来了什么好酒啊？是啊，这味道闻着就馋人。掌柜的咋还搬去藏着呢？快给我们上一点尝尝呀。赚了500两银子，钱昭昭心情格外的好。他带着他们在街道上逛着，可是他们也没高兴多久，因为他们发现
逛了这么久，快把青石镇都逛遍了，却始终不见钱君阳的身影。姐姐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哥哥呀？没事的，可能只是我们还没找到而已。钱昭昭低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微叹口气，回去了啊。两人一顿，也知道再逛下去也不一定能找到了，而且他们也感觉不能让钱昭昭还带着他们找。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忙？说吧。你去帮我打听一下，钱君阳去了哪里，还在不在青石镇？你跟他又不熟，管他做什么？他把2个拖油瓶扔给你，你管吃管喝就算了，还给他们买衣服鞋子。他倒好，说会回来接人，结果这么久了都没回来，说不定啊，早就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潇洒去喽。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让你去打听你就去打听吧。你也说了，他把2个拖油瓶扔给我，自己却不见了，我不得找一下他去了哪里吗？那行吧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打听一下。不过我可先说好啊，要是打听不到，可不能赖我，毕竟我又不是万能的。钱昭昭张了张嘴，正要说什么，穆思远就回来了。昭昭，有人找你。妹子，还记得我吗？啊，于大哥。是我，好久不见啊，妹子，最近可好？好，于大哥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快里面请。他和这个于弘毅虽只有2面之缘，但于弘毅可是帮过他大忙的。之前闹饥荒，就是于弘毅从别国拉来的土豆替他解了燃眉之急。钱昭昭让野鸡去打探钱君阳的消息，却没想到还不等他打探回来，人自己就先回来了。谢谢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那倒不用，毕竟他们也是我的弟弟妹妹，而且他们很懂事，基本不用我照顾。哥，你找到活干了吗？找到了，只是我还不能接你们走。为啥呀？我今日回来是想看看你们，那边还没有稳定下来，所以还不能接你们过去。没关系的哥，那你在外面好好干活，等稳定了再来接我们，我们就先继续住在大姐这里。你放心，大姐人很好的，对我和小杰都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大姐，要继续麻烦你了。没有什么好麻烦的，他们住在这里也不过是多2双碗筷的事。只是我有点好奇，你是在哪里干活，又是做的什么？对啊哥，昨天我们在镇上逛了1天都没找到你。我在一家小客栈里当杂役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累吗？在一家小客栈做杂役，那他迟疑什么？又不是见不得人。二嫂，早饭做好了。那就先吃早饭吧。我就不吃了，我是请假回来的，还要赶着回去，我就先走了。哥，你不吃了早饭再走吗？你们在大姐这里要好好听话，如果短时间内哥没回来，你们也别担心，好好照顾弟弟，哥哥一定会回来接你们的。我知道了，那哥哥，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，要照顾好自己，我们等你回来。钱君阳心中一暖，又跟钱昭昭和穆思远道别后，便转身离去。什么叫短时间内不回来？在镇上不是想回来就回来吗？难不成他还卖身给谁？短时间内回不来了不成？钱昭昭觉得，既然身为他们的大姐，那她还是要问清楚为好。等一下，大姐，怎么了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外面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给人做杂役啊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真的很不适合撒谎？我之前确实是在一家小客栈做杂役，只是我现在要去参军。参军？钱君阳点头。参军危险重重，我怕盼盼他们担心，所以我就没跟他们说。
大姐，我知道，虽然我们从小就没什么感情，但是你人是很好的。如果我回不来了，我希望你能帮盼盼找个好人家。至于小杰，只要他能平平安安的长大，为我们钱家二房传宗接代就好了。谁跟你说我人很好了？我告诉你，5年之内你要是没有回来，我也不会再养着他们了，他们爱干嘛干嘛去。说着，钱昭昭便转身准备回去，只是刚走了2步，似又想到什么，钱昭昭停下脚步，在怀里摸了摸，最后摸出一个钱袋子。喏，这个拿着，自己在外面长点心眼，别吃亏，但也别害人。很快到了镇上，刚好经过美妆店门口，钱昭昭便想下去看看。你们家的东西，把本姑娘的脸用成了这个样子，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本姑娘就去报官，说你们售卖毒物，害人烂脸。刘姑娘，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您的脸长红疹，并不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产品造成的，我就是用了你们家的东西才起的红疹，不是你们造成的，难道还是我自己犯贱点上去的不成？没错，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许久不见的柳婉婉，而如今的柳婉婉衣着暴露，骚气冲天，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风尘气息。这是怎么了？这热姐，你来了。东家，东家，柳姑娘，好久不见呢。哼，确实好久不见呢。看得出来，钱姑娘和李小姐这段时间过得很不错呢。好说好说，看得出来，柳姑娘也过得不错。托你们的福，本姑娘如今可是过上好日子了呢。是吗？那柳姑娘今天是来谢谢我们的吗？谢不谢的咱先不说，我听他们刚才叫你东家，这么说你也是这家店的老板了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本姑娘用了你们店里的东西，导致脸上起了红疹，你说有没有问题？他本来以为这店是李家的，却没想到钱昭昭也有份儿。一想到自己沦落这般，钱昭昭却老板都当上了，他就极度的发疯。大家都是女子，女子有多注意自己的脸，想来你们也是知道的。现在我用了你们卖的东西，导致脸成了这般，你们如果不给我个交代，我便去官府状告你们。这是成长了呀，唉，只是可惜，哪怕他真的沦落风尘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也是挺好的，偏偏要回来搞事情。柳姑娘，你脸上的红疹我也看了一下，确实不是我们家的产品引起的，只是你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过敏而已。你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近日吃的可都是平时正常吃的，怎么可能会过敏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请大夫来看吧。很快大夫便被请来了。这位姑娘近日吃了海参一类的东西，她对这类东西过敏，所以才会脸上起红疹。你胡说，我最近并没有吃什么海参，你莫不是被这两人收买了，和他们一起来撒谎欺骗大家？老夫做了这么多年的大夫，还从未被人这般诬陷过。二位姑娘，人我已经看了，结果也说了，那老夫就告辞了。柳姑娘，现在大夫也看过了，既然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家的产品害了你的脸的话，那我们就报官吧。柳婉婉哪里敢报官？自从上次的事情后，她对官府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你不用报官来吓唬我，谁不知道李家在这青石镇一手遮天，想要收买一个老大夫，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。嘿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谁不知道冯大夫在我们这镇上是出了名的好人，你竟然一而再的污蔑他。就是啊，自己脏就算了，真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脏吗？冯大夫一辈子积德行善，做了半辈子的好人，哪里容得你一个娼妓之女来诋毁？围观的群众指着柳婉婉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出来的话也是越发的难听。你们
群众口中的那一句句娼妓之女，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般直往他的心头刺。柳婉婉最后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，不得不狼狈地离开了。前世，前世，怎么了，婶子？前世，你快去你家老宅看看吧，沐雨他出事了。小雨怎么了？好像是锦山被野兽伤了，我看八成是被大虫伤。你等等，我也要去看。穆家院子里，吴春兰的哭嚎声已经传遍了整个院子。沐雨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旁边还站着个陌生男子。二嫂，你快给小雨看看呀，他这个样子不会要死了吧？吴春兰则是看了钱昭昭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就一个劲儿的哭嚎，什么小雨啊，我的儿啊，你不能出事啊，你出事了让娘可咋整啊，巴拉巴拉的。闭嘴，你要是不想让他醒过来就可劲儿好。他抬头看了一圈四周围着的人，想也没想便直接将沐雨抱了起来，大步往他自己的房间走去。你做什么？你把小雨抱去哪里啊？你是瞎了不成？没看见是抱回屋了吗？被村长这么一吼，吴春兰这才讪讪的不敢说话。钱昭昭先把他的衣服解开，当看到他身上全是抓痕和咬痕时，钱昭昭都忍不住心底一颤。来不及多想什么，他开始聚精会神地处理伤口。这一处理便是1个多时辰。二嫂怎么样了？小雨没事吧？人还没醒，不过伤势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今天要注意观察，别让伤势恶化就行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？下半夜或者明天，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，但还是卧床静养个把月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更不能进山。最后一句更不能进山，仿佛是在嘲讽和警告吴春兰一般。钱昭昭让穆小香去把药箱给收拾一下，自己则是看向之前的那个陌生男子。你是谁？哦，妹子，就是他把小香带回来的，在路上遇到了我，还问村里有没有大夫，说是有人被野兽咬伤了。我一看咬伤的竟然是雨丫头，就赶紧把她带回来了。那这位公子是怎么遇到我家小雨的？在下白毅，路过此地，在山林中看见了昏迷的那姑娘，便把她带下了山，本想找户人家给她疗伤的，却不想刚好到了那姑娘的所住之地。不是你从野兽口中救下小雨的？不是。也就是说，他遇见沐雨的时候，沐雨已经被伤成这样了。那野兽又为什么会放过已经到嘴边的沐雨呢？行吧，不管如何，还是多谢白公子救下了我们家小雨，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白公子。等小雨醒来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小白白，你们去山里打听一下，小雨今天在山里遇到的是不是上次的那只老虎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老虎怎么会放过已经到了嘴边的小雨？好的，娘亲，我们这就去。大妹子，照我看呢，肯定就是那只死老虎干的。这座山里都快成小白他们的专场了，哪个野兽敢在这里作恶？钱昭昭回到家，小白他们还没回来，穆思远倒是先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钱昭昭便把下午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。听说沐雨被野兽咬伤，昏迷不醒，穆思远眼中露出一抹担忧。别想太多，先吃饭吧。小香还没回来吗？是啊，他估计不放心小雨，就先留在那儿了。夫妻俩吃过饭，小白他们才从山里回来。娘亲，娘亲，我们打听到了，小雨姐姐今天遇到了就是之前的那只大笨虫。那他怎么会放过小雨？小白回头看了心想事成一眼。因为他们的爹出现，把那大笨虫吓跑了。哼，娘亲，那只死笨虫敢伤害小雨姐姐，我这就去给小雨姐姐报仇去。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等一下，你们去怎么报仇啊？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可以找的。娘亲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他找到。我们一定把他找到。行吧，你们去吧。不过你们要是把他打死了，记得把他带回来，娘亲要扒了他的皮做虎皮大衣。
好嘞。当初小白的娘被那老虎打死，他为了钱不得不把小白的娘卖了。现在该轮到这只老虎了。看你有心事的样子，能跟我说说吗？他叹息一声，缓缓把小白爹娘的事跟他说了。所以后面你还是把白狼卖了？唉，没办法，那时候家里情况不好，如果不卖了它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穆思远心中一抽，他想象不到爹娘去世他又昏迷的那段时间，钱昭昭他们是如何在吴春兰的手底下生存下来的。你别走神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。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想，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白。如果告诉了他，会不会给他心里埋下种子，让他失去现在的天真纯善？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这件事。小白是一头有灵性的狼，可以说跟我们人类一般无二，不管是狼还是人，都不想不明不白的活着。那行吧，等小白回来，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他。走吧，你要不要去老宅那边看看？我去给小强送饭。二叔，你来给我们送吃的吗？二叔，我好饿，姐姐和娘都不做饭，我都要饿死了。你姐姐都受伤昏迷了，你没看见吗？看见了。那你还想让她给你煮饭？你们都多大了，不能自己煮饭吗？母亲小就算了，你呢？就算你们都不能做，难道不会叫你们娘去做吗？她是闲着吃干饭的吗？二哥、二嫂，你们怎么来啦？给你送吃的呀，光顾着别人，自己都不顾了。我这不是担心小雨吗？他娘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。那个白公子呢？好像是被村长请去吃饭去了。食盒一打开，香味顿时就吹进了众人的鼻中，尤其是穆轩和穆青，重重地咽了口口水，馋得眼睛都红了。两人正要凑过去，吴春兰就从沐雨的屋里走了出来。我就说让你去煮饭，你不去，原来是有人送好吃的呀。你没事吧？什么我没事吧？你脑子没事吧？你脑子才有事呢，咒谁呢？那你跟个傻叉似的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啊？竟然还能舔着个脸让别人给你做饭？我看呐，你脑子是被驴踢了，不中用了吧？钱昭昭，你个小蹄子，你他妈骂谁呢？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！穆思远眼神一冷，下意识的就要上前，钱昭昭却先他一步，扬起手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吴春兰就这么被他一巴掌给拍飞了出去。钱昭昭，你吴春兰，我警告你，能抽出时间来骂你一顿，那是我看得起你。以后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动手动脚，我就直接剁了你的手。现在的钱昭昭太吓人了。钱昭昭给沐雨检查好出来，穆小香还没吃完。你要回去还是继续留在这里？我想再留下来看着。行，那你自己当心点，硬气点，别被人给欺负了。他们刚走，白毅便在村长的护送下回了穆家老宅。你们这是干啥来？村长爷爷，我肚子好饿呀。你娘没给你们做饭吃？穆轩、穆青一顿，回头看了看吴春兰，没有说话。吴氏，你是儿子也不想要了是吧？吴春兰被吼得身子一抖，只觉心里委屈极了，可是也不敢再说什么，乖乖起身做饭去了。小雨，你醒啦？小姑，是我。你醒啦？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除了有些痛外，没什么事了。小姑，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一位姓白的公子将你带回来的，二嫂给你处理的伤势。姓白的公子？是啊，他就在外面，你要见见吗？好啊。穆小香起身出去，不一会儿便把白毅带了进来。听说昨日是白公子相救，沐雨多谢公子。
穆姑娘不必拘礼，昨日在下不过是刚巧路过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谢谢公子。只是小女一介农女，家中什么也没有，实在不知道如何答谢。在下昨日不过是顺路看见了昏迷的穆姑娘，便把姑娘带回来了，实在是当不得姑娘的答谢。穆姑娘好好休息才是，在下就先出去了。小姑，那我被大虫咬伤，我娘有没有说什么？你娘她能说什么呀？昨天就装模作样的哭了一阵，村长听说是她让你进山的后，把她骂了一顿，结果她气得连饭都不做了。后面要不是村长过来让她去做，你2个弟弟都得饿一晚上的肚子。他想问那吴春兰晚上有没有照顾他一下，可是似乎又不用问。好啦，没事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二嫂说你要卧床休养1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你都不能下床了，知道吗？二婶，吃饭吧，昨天就没吃，肯定饿了。钱昭昭打开食盒后，在沐雨的头下又多垫了一个枕头，这才开始喂他喝粥。几口下去后，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落了下来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二婶煮的粥很好吃，我就是想到了奶奶。奶奶？穆思远的娘？从来没有人这么贴心的照顾过我，喂我吃过东西，连娘都没有，只有奶奶。好啦，别哭了，想你奶奶了就等好起来，去看看她嘛。你现在哭也没有用，还是先吃饭，好好休息。二婶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哭的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了，控制不住。没关系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不用委屈自己。终于一碗粥吃完，沐雨也吃饱了。钱昭昭让他好好休息后，收拾食盒出了屋子。姐，刚刚二婶送的早饭呢？吃完了。娘，他吃完了。吴春兰听见动静，捂着脸走过来，刚要开骂，就看见沐雨眼睛通红，还有些肿，枕头也湿了。你咋的了？钱昭昭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二婶没有欺负我。那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啊？我想到自己都伤成这样了，娘却没有照顾我一下，甚至连早饭都没做给我吃，心里难受就哭了。你个死丫头说什么呢？那我不要带你2个弟弟啊？再说了，昨晚你小姑都在这照顾你了，还不够啊？你还想要几个人照顾？我知道了，娘。因为心虚，吴春兰一时也不好再责怪沐雨不给他们留早饭了，拉着穆轩、穆青出去。白公子，穆姑娘，来给小雨姑娘送饭吗？是的，顺便给白公子也带了一份，希望白公子不嫌弃。不嫌弃，穆姑娘能记得白某，白某高兴还来不及，如何会嫌弃？啊，那白公子你慢用。娘，他真的送饭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肉了？别急，等他走了我们再进去。可到底是抵不住诱惑，尤其是回屋的白毅已经打开了食盒。穆青最终没忍住，走到了白毅身边，眼巴巴地望着他。你想吃？想。你娘为什么还不给你们做晚饭？我娘她说白公子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你吃。嗨，你看我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被我那弟妹打懵了，今天一整天头都是晕的，连晚饭都忘记做了，还怠慢了白公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他想让外人知道一下钱昭昭的恶毒，却没看见白毅眼中一闪而逝的厌恶。娘，我肚子饿，想吃饭。不是跟你说了等一会儿吗？等你小姑走了就有吃的了。而这边，小姑，你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感觉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想上茅房，
你不会一整天都没有上茅房吧？沐雨咬唇，轻轻点头。他娘一整天都没来过他这一屋，中午饭都是白毅端过来的。你娘她……外面的吴春兰他们还以为几人要走了，高兴了下，结果见只有钱小杰一个人出来。喂，你们咋还不走？他们在里面干啥呢？他们在里面上茅房。上茅房？要上茅房去茅房上啊，怎么能在屋里上呢？一想到吃的还在里面，他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吴春兰也是黑下脸来，直接走到门口敲门。你有病啊，瞎逼逼叨叨啥呢？滚出去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那么大声，你是聋吗？听不见就去死呀！娘，我1天没解手了，小姑帮我解手。吴春兰心里一阵心虚，到底不敢再说什么，乖乖退了出去。小姑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想谢谢你。谢我就赶紧好起来，去帮我干活吧。好，等我好起来就去帮小姑干活，小姑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姑侄俩相视一笑，不再多说。穆小香开始喂沐雨吃饭，钱盼盼便在旁边看着，全程没有说话，却把这种细腻亲情看在眼里。小姑，你给那个白公子也看看吧，他好像也受伤了。哦，对啊，我还没问你呢。那个白公子他怎么还没走啊？我还以为他今天就走了呢。本来是要走的，可是他中午来跟我告别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好像受伤了，就把他留下来了。受伤了？他昨天怎么不说？可能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伤，不想麻烦二婶吧。就腰那个位置，小姑，你去给他看看呗。这样啊，好吧，那我去给他看看。穆姑娘要回去了吗？没有，小雨说你受伤了，让我来给你看看。不必了，一点小伤不好麻烦穆姑娘。再说了，白某的伤在腰上，男女有别。那既然如此，这是一点疗伤药，白公子自己擦一下吧，实在不行就去镇上找个大夫看看。好，那就多谢穆姑娘了。那白公子早些休息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天色渐晚，你们2个姑娘和1个孩子走回去，实在是不放心。白某送你们吧。不用了，就在村里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白公子还是早些休息吧。无妨，走吧。小雨啊，那个白公子，我看他怎么好像对你小姑有点意思啊。娘，什么意思？还能什么意思？看上你小姑了呗。我跟你说啊，那白公子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可别让你小姑把他给勾走了啊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勾走不勾走的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。那白公子气势不凡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，你要是嫁给他，那下半辈子就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当大少夫人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自己长点心眼儿，这么好的一个金龟婿，别让你小姑那狐妹子把人给勾走了。娘，你别说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娘这还不是为了你好，好不容易遇上个好男人，你不抓紧点儿，难道想以后随便找个泥腿子嫁了，当一辈子老村妇？娘，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，人家白公子只是暂住在咱们家，说不定明天后天就走了，怎么可能跟咱们有牵扯？怎么没牵扯啊？我看那白公子对你似乎也不错，你装装可怜扮扮柔弱，我就不信他能不心软留下来。小雨呀，你也看见咱们家如今在村里的情况了，你爹被你那黑心的二叔送去了蹲了大牢，留下咱们孤儿寡母的几个，那是谁都能欺负一下子。如今能让咱们家抬起头来的，就是你找个好人家，你2个弟弟有出息，以后赚大钱当大官，到时候才能让现在欺负咱们的那些人都哭鼻子。吴春兰巴拉巴拉说了半天，说到最后都变成唾骂穆思远和钱昭昭去了。沐雨也不想听，
可又没办法，只能等他骂累了出去了，沐雨这才重重呼出一口气，继续望着床顶发呆。你们回来了。二嫂，小白他们这是干啥去了？那老虎是咋回事啊？如你所见，他们把老虎给灭杀带回来了。娘亲，小白把那大笨虫打死了，小白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小白白最厉害了。还有我们，娘亲，我们也打大笨虫了。娘亲，我们也很厉害啊。厉害，你们都厉害，都躺着别动，我给你们上药。还有我，岳母大人，我也出手了。对，你也厉害，你们都厉害。娘亲，我给你讲啊，昨天他们进山，找了好久才找到这老虎，然后便是一狼一虎搏斗了1天1夜。小虎仔和大头他们偶尔也加入战斗，分散老虎的注意力。最后以老虎筋疲力竭，被小白一口咬住脖子灭杀而结束了战斗。二哥，这老虎被小白他们打死了，那以后大家是不是可以放心进山了？老虎虽然被打死了，但山里依旧很危险，能不进山还是不要进山吧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二哥。舒服。没想到我一只野鸡这辈子还有机会躺在老虎的身上睡觉呢，说出去都倍儿有面儿。野鸡觉得自己的鸡声完全可以在野鸡界留名青史了。跟狼、老虎、柴狗住在一起，狼和老虎都要叫他一声鸡姐。试问这样的鸡声巅峰，还有谁能比拟呢？真爽。小杰，过来。姐姐，怎么了？钱昭昭拉着他在旁边坐下，碰了碰他脸上的伤。怎么弄的？是下午的时候不小心摔的。小孩子可不能说谎哦。我，别害怕，告诉姐姐是怎么弄的。我下午出去叫姐夫的时候，遇到了姐夫的2个侄子，他们推我，我就摔倒了。他们为什么推你？他们让来家里给他们带好吃的，还叫我给他们银子，我不答应，他们就推我，还说什么？他们还说我和姐姐是野孩子，霸占他们的位置，赖在他们二叔家白吃白住不走，叫我们滚。那你呢？你怎么说的？你也觉得你跟姐姐是野孩子吗？不是，我跟姐姐不是野孩子，我们有爹娘，我们住的是姐姐家，才不是野孩子。而且我们每天都会干活，没有白吃白住。这才对嘛，你都说了你们不是野孩子，那下次再遇到他们这样说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以后他们说我们是野孩子，我就骂回去，他们推我，我也推回去。知道就好，记住，你们是住在姐姐家，姐姐家就是你们的家，只要姐姐不让你们走，谁也别想赶你们走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姐姐。乖，去玩吧。钱小杰出去了，穆思远正好进来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你说这会不会又是吴春兰教的？他们以前一直都是爹在教养，性格不说很好，但还算可以。只是没想到这才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就被他给教歪了。不知道爹娘在下面看见了会不会被气到。正常的，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学好的不容易，当让学起坏来不过是几句话的事罢了。现在他们跟咱们也没关系了，随他去吧，那是他儿子，就算被他教歪了，以后闯了什么祸，那也是他该受的，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